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追求一个虚幻的终点。我们被教导要先苦后甜，要埋头苦干，要忍辱负重，直到某一天，我们终于拥有了足够的钱、足够的时间、足够的成就，然后我们才能享受人生。这就像是一场无休止的马拉松，终点线永远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却又永远隔着一层叫做不够的薄纱。我们拼尽全力，却发现追逐的越久，那份渴望的富足感，那份发自内心的笃定与安稳，却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我们以为幸福是结果，是努力后的奖赏，但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颠覆性的观点：享受不是你做得够好之后的奢侈品，而是你吸引丰盛的频率密码。幸福不是你努力追逐的终点，而是你显化的起点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也许此刻你收入尚可，生活稳定，有一定积蓄与成就感，也能偶尔享受片刻的愉悦，但你知道那种内在的还不够始终存在。你渴望的不只是更高的年薪或更多的自由时间，而是一种质地更细致、更持久的富足感和来自内心的笃定与安稳。问题不在于外在条件，而在于一种我们常常忽略的内在能力。你是否真的懂得如何去享受？富足感从来不是财富自由之后才配得的奢侈品，而是一种每天都可以练习的内在节奏，一种身体与意识之间的频率默契，更是一种你是否愿意允许自己敞开来迎接的感知状态。我们从小被教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于是我们把享受看成果而非因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你愿不愿意享受丰盛，决定了你能不能接受丰盛。就像一颗果实，不是因为它熟了才阳光明媚，而是因为它一直沐浴在阳光下，才会开花结果，慢慢成熟。你渴望的富足不是未来某天的奖赏，而是你敢于此刻就让自己享受其中。为什么我们越努力越是感到匮乏？为什么当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些成就，内心却总有一个声音在说这还不够？这正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盖伊·亨德里克斯博士所提出的幸福上限理论。他发现人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幸福与成功之中，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潜意识在抵制喜悦本身。这种内在的自我限制像一个隐形的情绪恒温器，当我们靠近真正的幸福与丰盛时，内在会主动降温，把我们拉回到熟悉的焦虑、操控或匮乏中。他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接收能力设限。我们真正需要练习的不是更努力地追求幸福，而是学会承载幸福，习惯幸福，让幸福长时间停留。这种内在抵制的行为往往也深植于集体文化的记忆里。在我们的东方文化里，享受是一件可疑的事。从小我们被训练要勤奋，要拼搏，要先苦后甜，仿佛非得经历过无数苦难与自我牺牲，才能换来一点点放松与喜悦。于是我们形成了这样一套受苦配额思维：苦过了才值得快乐，撑够了才允许放松。这堵看不见的墙把我们和幸福隔绝开来，它让我们把享受当成了一种浪费，一种不务正业，一种需要被赎罪的行为。我们不相信自己配得上毫不费力的喜悦，不相信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到快乐。我们习惯了怀疑、推迟、等待，这些习惯最终养出了一个麻木的身体和一个无法接收丰盛的能量场。我们不肯拥抱那些不带目的的小快乐，不愿意在没有成就的日子里感谢自己。
于是，生活的丰盛就再也敲不开我们的门。这就是匮乏的本质。要理解为何享受能改变一切，我们得从能量的角度重新看待这个世界。根据量子物理与古老智慧传统的观点，宇宙万物皆以特定的频率振动。当你处在喜悦、感恩与热爱的状态中，你的身体频率会自然提升，就像一个共振的音叉，开始吸引与你同频的事物和机遇。你所处的频率决定了你所吸引的实相，而享受正是那个最能让你频率提升的开关。真正的享受不是你做得够好后的奖赏，而是你与宇宙对话的起点。当你处在放松、喜悦、无需证明的状态中，你的细胞是敞开的，你的神经系统是协调的，你的呼吸是深沉的。这种状态不只是心理上的放松，更是一种频率上的对齐。这正是你与宇宙自然共振的时刻。这里的关键在于转变，从努力拥有转向允许显化，从追逐目标转向成为磁场。许多人用一生去追求拥有，却忽略了，当你愿意安住于当下，允许自己进入享受的频率时，宇宙才真正感知到你的准备。你不是靠做更多，而是靠成为什么样的人来显化富有。而那个能显化的你，不是最努力的你，而是最敞开的你，是那个能够享受、能够允许、能够接受的你。这并不是逃避责任的快乐主义，而是一种对生命极其深层的信任。你不再与宇宙对抗，而是选择与它合作。亨德里克斯博士将这种与生俱来、能让你心流绽放的状态称为天赋区或神性区域。一旦你踏入这个区域，你的行动不再出于恐惧或比较，而是源于喜悦与自我展现的渴望。创造不再是逼迫，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。成功不再需要证明，而是一种内在稳定的副产品。你开始进入一种无需争夺、无需证明的存在状态，一种与生命本质对话的频率节奏。当你从享受中连接到自己的神性节奏，你会发现，富有并非是靠努力换来的战利品，而是你生命本来的节拍。你觉得自己贫乏，往往不是因为金钱不足，而是因为你把享受放到了最后的位置，把它当作做得够好之后的奖励，而不是富足本身的起点。你心中那句“等我赚够了再放松，等我升职后再旅行”，其实都是延迟幸福的陷阱。它们延后的不只是时间，更是你与当下连接的能力，是你向生命敞开的程度。匮乏其实是你与内在喜悦感断了线，不是你没钱，而是你不允许自己感到快乐。要转变匮乏的信念，并不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，而是潜移默化的让自己的日常重新编码。当你安静地为自己手中的一杯咖啡感到满足，听一段让你哼唱的旋律，或在黄昏里看着落日，这些都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你在对宇宙说：我值得，我允许。这些细微的举动是对生命的柔和开门，是你开始与富足和解的信号。允许身体去享受，不是放纵，也不是懒惰，而是一种回到内在和谐的姿态。当你越来越常处于这样的频率里，金钱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靠近你，因为你学会了打开内在的富足通道，愿意接收来自宇宙的馈赠与丰盛。富裕不仅是账户上的余额，更是一种存在状态，是你每天醒来时是否感到内心稳定，生活有序，与自己和平共处的感觉。当你不再急着填满时间，不再焦躁于进度，不再让别人的定义左右你的节奏，那一刻你才是富有的。当你越能自在地享受生活，而不感到愧疚与焦虑，你就越难被来自外部的干扰所动摇。无论是他人的期待、社会的预设，还是那些过去留下的情感阴影，
那种来自内心的笃定，会让你成为一个宁静而稳定的能量中心，不需要喧哗也能照亮他人。这就是丰盛的本质。在亨德里克斯博士的著作中，他提出了一套革命性的转化步骤，帮助我们解开潜意识的枷锁。第一，诚实地觉察自己如何在无意识中削弱幸福的流动。第二，承认并选择进入自己真正的天赋区。第三，主动清理那些深植内心的罪恶感与自我怀疑。第四，将喜悦视为日常的习惯与能量场，而非偶尔的奢侈。这些步骤并非单纯的正向思考练习，而是一次深层的频率重整过程。它让我们看见，允许幸福其实是一种高度的灵性修炼，是一种对自己与宇宙关系的重新设定。当你愿意停留在喜悦、放松、创造的状态中，你不再是靠努力去制造成果，而是用整个人的频率去吸引结果。亨德里克斯博士在著作中指出，创造力和享受本质相连。当我们处在神性节奏中，灵感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而是从深层的允许与流动中自然涌现的。他提醒我们，唯有当我们放下对努力的依赖，开始信任自己内在的稳定与流动，我们才真正进入显化的节奏。而这一切都围绕在一个核心之上：我们愿不愿意提升自己的幸福容量？幸福不是结果，而是一种你每天可以练习、可以承接的状态。当你允许自己稳定地处在这种高频状态中，丰盛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，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实相。因此，那些真正长期处在高频人生中的人，并不是最用力的人，而是最懂得让幸福成为习惯的人。他们懂得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提取能量，懂得从不刻意努力的时刻得到稳定。他们活在自己的天赋区里，那是与宇宙频率完美对齐的轨道，也是创造丰盛与爱自然聚集的能量核心。正如亨德里克斯博士所言，当你成为这样一个人，世界将因你的频率而改变。你可以开始问自己：我允许自己这么快乐吗？我允许这么一大笔钱轻松入账吗？我允许身体毫无理由的放松吗？我允许自己享受一下，不用跟任何人解释吗？这些问题一开始会让你觉得别扭，甚至内疚，因为你的潜意识还在用老逻辑管控你的幸福额度。但每一次的允许都是一次频率上的突破。它不是告诉宇宙你要什么，而是让宇宙知道你准备好了。而这份准备不是来自外在的努力，而是你内在那句温柔的允许：我可以，我值得。从今天起，不再用疲惫去证明你的价值，不再用牺牲去换取一点被爱的资格，勇敢地说出我值得享受生活。因为这句话震动的频率将与你全身的细胞共振。你所创造的不只是富足的结果，而是一整个富足的能量场域。你渴望的那份更持久的富有感，不是银行中的存款，而是你能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一顿晚饭、一杯咖啡、一场春雨，无需理由，无需表现，无需交换。你来自内心的满足与笃定，是你松开紧绷的肩膀，敢于在世界面前坦然说：我值得拥有这一切。这世界不一定奖赏最努力的人，却总是回应那些懂得与它共振、懂得顺流而行的人。当你愿意把享受当作日常，用舒适为你指南，用欢愉为你导航，你会发现自己早已不用再去追逐幸福，而是成为幸福本身。